號學貓。我的名字叫做萊昂納多·迪瑟爾·皮耶羅·達芬奇。但是請先忘掉這個冗長的名字吧。在法蘭西這溫暖的壁爐前，當火焰舔舐着我蒼老的臉龐，映出溝壑縱橫的皺紋，我只是萊昂納多，一個畫畫的，搞些稀奇古怪發明的，活了太久的老頭子。他們稱我為大師，年輕的國王視我為父親，可在我自己眼中，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我不過是那個從芬奇鎮走出來的，對世間萬物都充滿好奇的鄉下孩子。你說什麼？我的一生？那可是一場漫長而壯麗的追逐，有時甚至是狼狽的逃亡。我追逐光，追逐風，追逐飛鳥劃過天際的弧線，追逐人體內靈魂的居所，追逐一個微笑背後隱藏的宇宙。而我的一生都在試圖描繪那些無法被描繪之物。現在夜還很長，那請允許我為你講述這一場追逐的起點，那一切開始的地方。是的，我的名字叫做達芬奇。我生命中的第一個記憶並非來自於我的雙眼，而是來自於長輩口中一個被反覆講述如同神諭般的傳說。他們說，當我還在搖籃裡一無所知地吮吸着托斯卡納的陽光時，一隻獵鷹從天而降，低低地盤旋。那獵鷹用它尾部的羽毛輕柔地反覆地掃過我這個嬰兒的嘴唇。這是個預兆。我祖父安東尼奧那個時候會捻着他那被煙斗燻黃的鬍鬚，眼中閃爍着敬畏的光芒。他對每一個來訪的鄰居們壓低聲音說，這孩子注定要與天空對話。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命運提前寫好的劇本，但是我確信這個故事本身就像一粒被施了魔法的種子，在我心中種下了一片無垠的天空。從那時起，我仰望飛鳥的眼神便不再僅僅是孩童般的好奇，那是一種幾乎極度的渴望，一種靈魂深處的騷動。我看着他們，心裡就想，你們是如何駕馭風的？你們的骨骼與我的有何不同？上帝既然給了我一雙能夠看透事物本質的眼睛，一顆能夠理解萬物構造的頭腦，為什麼不給我一雙能夠擁抱天空的翅膀？於是在我小时候，我最早的素描本裡，我一直在畫畫，但我畫滿的不是聖母與聖子，而是翅膀，各種各樣的翅膀。慢慢的，到了1458年，我6歲那年，而我那段時間是在阿爾諾河畔的奔跑中度過的。我達芬奇是一個私生子，一個介於公證人父親的體面世界與農村母親的質樸生活之間的一個局外人。所以這個身份讓我過早地學會了觀察，而非融入。我像一塊海綿，貪婪地吸收着兩個世界的一切，卻不完全屬於任何一邊。所以真正塑造我的是祖父家屋後面那一片密林當中的一個洞穴。我記得那一年夏天，蝉鳴聲仿佛要把空氣煮沸。我叔叔弗朗切斯科，他是我童年時唯一的光。也就是那個時候，他拉着仅有6歲的我，指着那個黑漆漆的洞口問我，嘿，你敢進去嗎，萊昂納多？他笑着問我，眼中滿是挑釁。一股陰冷的風從洞中吹出，帶着泥土和千萬年沉寂的气息。我的心臟在胸腔裡狂跳，像一只被困的鳥。我害怕裡面有傳說中的巨龍，我害怕那黑暗會像怪獸一樣一下把我吞掉。我能夠感受到自己的雙腿正在微微顫抖，但另一種更強大的力量抓住了我，那是一種无法抑制的想要知道的欲望。裡面是什麼？那黑暗的背後又藏着怎樣的秘密？岩石是怎麼形成的？水滴是如何穿透石頭的？
於是我鬆開了叔叔溫暖的手，獨自向前邁了一步。那一刻，恐懼與好奇在我體內激烈交戰，最終好奇心贏了。我走進那一片深邃的黑暗，每一步都像走在自己靈魂的邊緣。我伸出手，觸摸冰冷潮濕的岩壁，感受那粗糙的紋理，聆聽遠處水滴落下的聲音。我卻感覺自己仿佛重生了。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明白了，知識就藏在黑暗的洞穴裡，而勇氣就是那盞指引你走進去的提燈。我不再畏懼未知，我開始迷戀它。14歲那年，父親把我帶到了佛羅倫薩，送到了韋羅基奧的工坊。當我第一次踏進那座城市，我被徹底的征服了。芬奇鎮教會我自然的語言，而佛羅倫薩則向我展示了人類創造力的神蹟。布魯內萊斯基的紅色穹頂像一顆巨大的心臟在城市上空搏動，我感覺自己渺小如塵埃。韋羅基奧的工坊與其說是一個畫室，不如說是一個煉金術士的實驗室。空氣當中永遠彌漫着松節油、融化的蠟、研磨礦石粉和學徒汗水的混合气味。韋羅基奧大師是我的師傅，他其實說實話也不像一個畫家，更像一個工程師，一個嚴厲的工頭。萊昂納多啊！他會咆哮着穿過滿是灰塵的工坊，手裡揮舞着一把沾滿了粘土的刮刀。你的颜料，藍色應該像初夏的天空，而不是死人的嘴唇。記住，繪畫不是魔法，是科學，是科学，是化學，是光學，是几何學。去，把那塊大理石给我搬过来，你好好感受感受它的重量跟紋理。他教我怎麼調配顏料，教我怎麼鑄造青銅，他教我如何運用透視法在2維平面上創造3維的幻覺。他甚至逼着我們學習解剖學，在深夜的燭光下，對着那一些冰冷的人體圖譜，描摹每一塊肌肉的走向，每一根骨骼的連接。你不了解骨骼就畫不出力量，你不了解肌肉就畫不出情感。你們以為自己畫的是皮膚嗎？不，你們畫的是皮膚之下那奔騰的生命。他總是這麼說，然後吐沫星子經常飞溅到我們的畫稿上。所以正是在這個喧鬧、嚴苛、充滿了創造激情的熔爐裡，我那一顆鄉下孩子的好奇心就被鍛造成了藝術家和科學家的眼睛。我學會了不僅用眼睛看，更用頭腦去理解。就這樣，7年過去了。然後故事的轉折點發生在我21歲那一年。那年師傅正在創作一幅名為《耶穌受洗》的祭壇畫。畫了一會兒之後，他指着畫布左下角一個空白的位置對我說：“那個萊昂納多·達芬奇，這個天使，你來畫。”那是我第一次被賦予如此重要的任務。我把自己關起來，幾天幾夜的構思。我不想畫一個空洞的程式化的天使，我想畫一個靈魂，一個見證了神蹟，眼中既有對神子的崇敬，又帶着一絲對未來苦難的悲憫的靈魂。於是我調和着油彩，用雕毛筆最柔軟的筆尖一層層的塗抹，讓光線仿佛是從天使的肌膚下滲透出來。我讓他那金色的捲髮在空氣當中微微飄動，我讓他那凝視着耶穌的眼神充滿了語言無法描述的溫柔與哀愁。我甚至能夠感覺到，當我的畫筆觸碰到畫布時，我的呼吸都停止了。當我畫完最後一筆之後，師傅走了過来，他久久地凝視着那個天使，一言不發，整個工坊都安靜了下来。我能夠聽到自己的心跳声，還有遠處傳來的打鐵聲。那沉默漫長的像一個世紀，我緊張的手心全是汗。終於，他轉過身看着我，眼神複雜的像一幅未完成的草圖，裡面有驚訝，有欣慰，還有一絲我當時無法讀懂的落寞。他沒有說話，
只是用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走掉了。根据後来瓦萨里在他的書裡寫道，他说，師父嘆了口气，喃喃自語，我再也不畫畫了，我的學生已經超過了我。那一刻我沒有勝利的喜悅，只有一種疼痛。我無意冒犯我的師父，他教了我那麼多年，我只是想竭盡所能畫出我該畫的東西。也是那個時候我第一次明白，才華是一種孤獨的火焰，它能夠照亮你的道路，也可能灼傷你最敬愛的人。公元1476年，我24歲。正當我以為我的藝術之路將在我的腳下無限延伸時，現實給了我最殘酷的一擊。一封匿名的告密信把我推上了被告席，而我的罪名是雞姦。鸡姦在我們那個时代，就是男人跟男人之間產生了感情，發生了關係，是不能被人們所容忍的。我至今還能記得法庭上那冰冷的感覺，石牆上滲着濕氣，法官的臉隱在陰影裡，他的聲音像石頭一樣砸向我，給我加上了各種各樣不堪入目的罪名。周圍呢？周圍是竊竊私語和毫不掩飾的鄙夷目光。我感覺自己那個时候真的不像一個人，而是一件被審視的物品，一個被貼上了標籤的醜聞。我那一雙能描繪天使的手，此刻卻在袍子下忍不住的顫抖。我在法庭之上據理力爭，我說我達芬奇是清白的，我從來没做过那種事兒。但是在流言的毒液面前，清白是何其脆弱。但幸好最終因為證據不足，我被無罪釋放。但我知道有一些東西永遠的被改變了。那一次審判像一把無形的刻刀，在我的靈魂深處刻下了一道傷疤。當時的我只是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但我學會了謹慎，學會了隱藏。慢慢的，我把我真實的情感鎖到了一個誰也無法觸及的密室。從此，藝術和科學成了我唯一的，也是最忠實的伴侶。他們不會背叛，不會審判，只會以真理和美回報我的探尋。公元1482年，那一年我30歲。佛羅倫薩這一座藝術的聖殿對我而言已經成了一座華美的囚籠。我厭倦了那些藝術圈裡面的勾心鬥角，保不準之前誣陷我的那封信就是從某個嫉妒我的人手中遞出的。所以我也厭倦了人們永遠把我當作維羅基奧的優秀學生。我的腦海當中當時充滿了各種奇思妙想，飛行器、潛水艇、裝甲戰車，但是在這兒好像他們只能是紙上的夢。我覺得我需要一個更廣闊的舞台，一個能欣賞我所有才能的贊助人。我的目光投向了米蘭的統治者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在離開佛羅倫薩的前夜，我寫下了一封孤注一擲的自薦信。在信中，我幾乎沒有提到我的繪畫才能，我把自己描繪成了一個無所不能的軍事工程師。我寫道：尊敬的公爵，我能夠建造輕便而堅固的橋梁，我能夠設計威力無窮的投石機和前所未有的裝甲戰車。我把自己最引以為傲的畫家身份放在了最後，輕描淡寫地補充了一句：在和平時期，我也能夠像其他任何人一樣，在建築、雕塑和繪畫方面令您滿意。這是一場豪賭，我賭的是對於一個靠武力維持統治的君主來說，刀劍遠比畫筆更有吸引力。我賭贏了。當我站在盧多維科面前彈奏着我親手制作的銀質里拉琴時，我看到他眼中閃過了一絲驚訝。他讀了我的信，笑了。佛羅倫薩送來一個會彈琴的工程師。他問身邊的使臣，語氣當中滿是玩味，但我知道他被我的膽識和信中的藍圖打動了。之後我在米蘭
一待就是17年，是的，17年。這17年是我一生當中最輝煌的歲月。公爵給了我前所未有的信任和自由，我為他設計宮廷慶典，那會噴火的機械巨龍讓賓客們驚嘆不已。我為他研究水利工程，也為他創作出那一幅《最後的晚餐》。我最大的野心就是為他的父親創作了一尊世界上最大的青銅騎馬雕像。我為此耗費了將近10年的心血，研究了無數馬匹的解剖結構，繪制了上千張草圖。公元1493年，那高達7米的粘土模型終於完成。當它矗立在廣場上時，整個米蘭都為之沸騰。人們稱它為巨馬，仿佛它是神話中的造物。我站在它的腳下，感覺自己就像是普羅米修斯即將賦予這一堆泥土不朽的生命。然而，戰爭的陰影降臨了。為了抵禦法國人，斯法爾扎需要大炮。他來到我的作坊，神情凝重。萊昂納多，他說，聲音裡滿是歉意。我需要那些青銅。公爵，我懇求道，那是為巨馬準備的70噸青銅，我們等了那麼多年。我知道，他打斷了我，眼神疲憊而堅定。但米蘭需要的是大炮，不是雕像。等到戰爭結束，我會給你更多的青銅。我眼睜睜看着我多年10年的心血被融化成一枚枚冰冷的殺人武器，但真正毀滅的還在後面。公元1499年，法軍攻陷了米蘭。有一天，我回到廣場，看到了令我永生難忘的一幕。一群法國弓箭手正以我的粘土巨馬作為靶子，在練習箭術。那曾經宏偉的身軀上插滿了箭矢，泥塊簌簌地掉落，士兵們的每一次歡呼都像一根根針扎在我的心上。我沒有上前阻止，我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直到黃昏降臨，把那殘破的輪廓吞噬。那一刻我明白，人類最偉大的創造，在最愚蠢的暴力面前是何其脆弱。我的米蘭之夢碎了。公元1503年，我51歲，我離開了米蘭，成了一個漂泊者。那段時間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最終我回到了佛羅倫薩。諷刺的是，這座城市再次給了我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也給了我一生當中最羞辱的對手。共和国政府委托我和米開朗基羅，就是那個年輕、狂傲、才華橫溢的雕塑家，讓我們在維齊奧宮的牆壁之上進行一場公開的藝術對決。整個佛羅倫薩都在看我們的笑話。米開朗基羅視我為陳腐的老古董，我覺得他筆下的人體像一袋子核桃，充滿了蠻力，毫不優雅可言。所以我們的敵意在那個時候幾乎是寫在臉上的。有一次在廣場上，一群人正圍着我討論但丁的詩句，他剛好經過，於是他停下腳步，用他那一雙能看透石頭的眼睛瞪着我，對眾人冷笑着说：“哦，那不是達芬奇嗎？讓他解釋吧。哦，对了，你可能解釋不了，畢竟你是一個連一座馬的雕像都鑄不成的家伙。”人群當中突然爆發出竊笑，我就感覺自己血液衝上了臉頰，那羞辱感比法庭上的審判更加刺骨。我沒有還擊，我只是默默地離開，因為我知道他雕刻的那一座完美的大衛像就矗立在不遠處，像一座豐碑，而我的巨馬早已化為了塵土。最終我們的對決以雙雙失敗告終，我的壁畫因為技術實驗失敗而毀於一旦，而他呢，也因故沒能完成他的雕像。我們就像兩頭在泥潭當中搏鬥的困獸，最終都筋疲力盡，滿身污泥。在那一些充滿紛爭與挫敗的日子裡，
我唯一的慰藉是一幅小小的肖像畫，那是一名名叫弗朗切斯科·德爾·喬孔多的绸緞商，他呀給了我一大筆錢，委托我為他的妻子丽莎畫像。起初這只是一份普通的委托，但我開始動筆，我就發現自己被深深地迷住了。不是因為麗莎夫人的美貌，而是因為她臉上那轉瞬即逝的無法捕捉的表情，尤其是她的微笑。那不是一個簡單的微笑，她时而溫柔，時而嘲諷，時而悲傷。她像水面上的漣漪，你以為抓住了她，她卻已然改變。我瘋了一樣的想要把它們固定在畫布上，我請来了樂師，我還請來了我的學生薩萊，讓他在一旁講笑話，逗夫人開心，只希望能夠讓那微笑一次又一次地浮現。我對他們說，想辦法讓他笑，但不能讓他開懷大笑。我需要的就是微笑绽放前的那一瞬間，是思想在嘴唇上留下的那個影子。我用我最精湛的晕涂法模糊了他眼角和嘴角的線條，讓那微笑仿佛是他的靈魂當中彌漫開來的。這一幅畫斷斷續續，我畫了4年，但是我始終覺得沒有完成。喬孔多先生也來催過幾次，我都拒絕交給他，因為我漸漸明白，我畫的早已經不是麗莎夫人，而是一個永恆的謎題。一個人的內心世界能否真正被描繪出來？一個瞬間的情感能否化為永恆？這一幅畫後來他們稱之為蒙娜麗莎，它成了我的秘密，成了我的執念。我帶着它走遍了歐洲，直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它都掛在我的床頭。每當看着它，我就覺得我那所有未完成的夢想似乎都在那個神秘的微笑中得到了某種寬恕。之後的那段時間，我應了羅馬新教皇利奧10世的兄弟美第奇的邀請，來到了羅馬。那個時候，羅馬教廷和貴族社會專事享樂，喜好富麗堂皇的藝術風格。我到那之後，實在不願意迎合那些上層名流的愛好，也正因如此，處處受到冷落，並成為了惡意中傷的對象。我一直從事的科學研究的工作，竟被教皇視為妖術，以至於當時的羅馬人都把我當成了巫師一類的人物。也就是在這一種處境之下，我在1513年畫出了那一張著名的素描自畫像。在畫中，我的面容蒼老憂愁，痛苦當中蘊含着憤怒。慢慢的，我就不想在羅馬待了。我人生當中最後的3年是在法蘭西度過的。年輕的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把我從羅馬的失意當中拯救了出來，待我如父。他給了我一個莊園，給了我安寧和至高無上的尊重。他呀，經常在午後不帶隨從，獨自一人來到我的畫室。他會坐在我的身邊，看着我整理那些堆積如山的手稿，聽我講述那些關於飛行、關於解剖、關於宇宙的狂想。大師，他曾經握着我的手，真誠地說，整個法蘭西的財富都買不來您頭腦中的思想，請您留在這裡，我不需要您再畫一筆，我只需要您的智慧之光能夠照耀我的王國。這是我一生當中聽過的最動人的話。在這裡，我不是工匠，不是工程師，我是一個思想者，一個聖賢，也可以是一個平平淡淡的老人。公元1519年5月2號，我67岁。我感到生命的火焰即将熄滅。國王聞訊趕來，坐在我的床邊，緊緊地握着我冰冷的手。我的視線已經模糊，但我能感覺到他的悲傷。我看着他年輕而憂愁的臉，用盡最後一絲力氣，輕聲地說：陛下，我得罪了上帝跟人類，因為我的作品
沒有達到他們本應達到的高度。這不是謙虛，這是我靈魂深處最後的嘆息。我想起了那一匹從未被鑄成的巨馬，想起了那一幅沒有畫完的流淌的壁畫，想起了那些永遠停留在紙上的飛行器。我的一生是一場壯麗的未完成的交響樂，我看到了那麼多，理解了那麼多，但只實現了那麼少。據說我是在國王的懷中咽下了最後一口氣，或許吧。但在我意識消散的最後一刻，我看到的不是国王的臉，而是一只獵鷹的影子。它掠過我的搖籃，掠過我的一生，最終飛向了那一片我追逐了一輩子卻從未能夠觸及的蔚藍天空。或許不朽的並非是完成的作品，而是那永不休止的追寻本身。他的名字叫做達芬奇。當我們試圖為萊昂納多·達芬奇的一生畫上句號時，我們首先會發現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他的一生本質上就是對句號的反抗。他的靈魂拒絕任何形式的終結，他的思想永遠在奔向下一個路口，探索下一片未知的領域。為他畫句號，就像試圖為地平線劃定邊界，為風的方向做出最終的裁決。後世的人們总是習慣性地把目光聚焦於那些懸掛於盧浮宮或者米蘭教堂牆壁上的答案，蒙娜麗莎那神秘的微笑，最後的晚餐那戲劇性的瞬間。是的，他們確實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但是如果僅僅以此來定義達芬奇，那无異於通過一朵浪花來揣測整片海洋的浩瀚。他最偉大的傑作並非那些供人瞻仰的畫布，而是那數萬頁從未想過要公之於眾的潦草而精準的筆記。我覺得那才是他真正的靈魂地圖。在那一片由墨水和羽毛筆構築的宇宙裡，沒有藝術與科學的邊界，水的渦流與少女的髮捲遵循着同樣的螺旋法則，鳥翼的結構與飛行器的設計草圖融為一體。這才是達芬奇留給世界最寶貴的遺產，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他用一生證明宇宙萬物並非孤立的碎片，而是一首宏大而和諧的交響樂，而人類的使命就是去聆聽、去理解其中的旋律。也正因如此，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他生命中那些巨大的失敗，那尊從未被鑄造成青銅的巨馬，那一幅在牆壁上融化剝落的壁畫，那些永遠停留在紙上的飛行器。在傳統的成功學敘事當中，這些是天才的悲劇，是壯志未酬的遺憾。然而，這恰恰是我們理解他的鑰匙。他追求的從來不是一個完美的被固化的結果，而是那個充滿無限可能的過程。他不是一個工匠，痴迷於完成一件作品，他是一個探險家，享受的是探索本身。為了鑄造巨馬，他成了當時最頂尖的冶金學家和馬匹解剖學家。為了繪制壁畫，他對颜料化學和人類情感的瞬間表達達到了極致。所以，當我們今天談論達芬奇時，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我們談論的不應該僅僅只是一個500年前的巨人，一個被神化的文化符號，一個很有名的畫家。我們談論的應該是一種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可能性。萊昂納多的真正遺產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因此，萊昂納多的故事並未在1519年那個春天結束，它沒有結尾，因為他開啟的那場對知識、美與真理的偉大追尋已經化作人類文明的火炬，傳遞至今。我們每一次抬頭仰望星空，每一次對世界的奧秘發出驚嘆，每一次試圖用畫筆或者公式去捕捉那轉瞬即逝的美，都是在續寫他那一部未完成的交響樂。他的人生
就是一扇被推開的窗，窗外是整個宇宙的風景，而它只是第一個向我們指明方向的人。好学猫